本周，美国、日本、加拿大和菲律宾等国参演的萨马2024联合军演进入海上阶段。不断找帮手在南海虚张声势的菲律宾，极度渴望提升自己的军事威慑力，继允许美国在菲建设9个军事基地，部署低风中程导弹发射系统后，如今又把目光投向了美海军一艘名为“菲律宾海号”的巡洋舰，希望美方能够将其翻修好后捐赠给菲律宾。菲律宾外长马纳罗18号访问泰国期间，接受多家媒体采访，针对南海问题再次颠倒黑白，扮演菲律宾所谓受害者形象。另一方面，他又摆出要与中方谈判解决分歧的姿态。This is a very complex challenge, and I don't think it's something that we can solve overnight. But insofar as the Philippine-China talks are, we have certain mechanisms in place with China, in fact, which meet fairly regularly, maybe once or twice a year, bilateral. We call it the bilateral consultation mechanism on South China Sea. 马纳罗还宣称，东盟应在南海问题上多多发声，并且推动南海行为准则谈判。但实际上，给谈判制造障碍的正是菲律宾。该国甚至还宣称要绕过东盟机制，进行1对1谈判。搅局意图明显。深圳卫视注意到，菲律宾近期多次企图在南海问题上将东盟拉下水，但东盟保持冷静客观态度。就在上周刚结束的东盟峰会上，菲总统也企图炒作南海问题，但在他之后发言的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新加坡总理黄循财、越南总理范明政等人都对其进行无视，完全没有谈到南海相关议题，而是强调地区团结谋发展。当前整个南海的局势呢是总体趋稳向好的。菲律宾呢，他看到当前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总体顺利，并且取得了一些先期成果。那么，所以呢，菲方基于一己之私利，在近些年来呢，一直要推动去制造、去炮制一个所谓的非系南海行为准则，拉拢有关的国家，所以他要破坏这个正常的进程。无理要求遭东盟拒绝，菲律宾再次想抱美国大腿。据多家菲律宾媒体近期报道，该国众议员鲁弗斯罗德里格斯请求美国捐赠一艘巡洋舰给菲律宾，并就此写信给美国多位政要，包括美国防长、国务卿以及驻菲大使等人。而他请求美国捐赠的美国军舰名为菲律宾海号，是一艘即将退役的巡洋舰。罗德里格斯还宣称，这一请求与南海局势恰当且相关。他还表示，菲方可将其部署到南海。菲律宾海号是美海军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12号舰，舷号 CG-58，于1989年服役，计划在2025年退役，届时将服役超35年。菲律宾海号巡洋舰满载排水量9800吨，最大吃水深约10米，配备2×61单元 Mk41垂直发射系统，可搭载标准系列导弹、战斧巡航导弹、阿斯洛克反潜导弹、鱼叉反舰导弹等，并可搭载2架海鹰反潜直升机。所谓菲律宾海是该国以东的太平洋水域，美军1989年入役的一艘巡洋舰以此命名，来纪念2战时期的菲律宾海战役。目前该舰正在中东附近的地中海水域执行任务，以应对本轮巴以冲突。此前，这艘巡洋舰主要参与美军的全球反恐战争持久自由行动。值得一提的是，巡洋舰是一种火力强、用途多、主要在远洋活动的大型水面舰艇，实际上并不适用于菲律宾这样的国家。实际上，一个国家要求获得另一个国家正在服役的军舰捐赠是十分罕见的事情。据这名菲律宾众议员给出的理由，竟然是这艘美军军舰的名字和历史背景很合适。他还进一步要求美国在捐赠前，基于同菲律宾坚定不移的承诺和牢固的友谊，将这艘菲律宾海号进行翻修。但熟悉情况的专业人士指出，菲律宾海号已经是一堆过时的美国不要的破铜烂铁。事实上，随着时代的发展，巡洋舰已逐渐走向衰落。2战后，各国已基本不再建造巡洋舰，转由驱逐舰取代。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ir hulls are already in poor condition, which is why the US government would rather retire them than repair and extend their service with the US Navy.
菲律宾过去多次获得美国及其盟友赠送的旧装备，其中包括3艘美国海岸警卫队退役的汉密尔顿级巡逻舰。接手后，菲律宾给他们改名，目前是菲海军的主力舰艇。除了美国，韩国也赠送俯向级护卫舰中州号给菲律宾。菲律宾海军还在1997年购买了3艘原驻港英军的孔雀级巡逻舰。菲方近年来强化南海部署，据统计，菲律宾海军共约2.3万人，下辖7个海军部队，有90艘作战舰、16艘辅助舰、33架军机，包含8架无人机，军舰总吨位约6万吨。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拥有13艘巡逻船、30余艘巡逻艇和6架有人或无人飞机。此外，菲律宾渔业和水产资源局有13艘近海巡逻船，菲律宾空军则有约1.8万人。分析认为，菲军力量只能进行部分区域的点状感知和探测，没有形成片的能力，更不要说整体感知能力。美国专门给菲律宾出歪点子的所谓智库机构亚洲海事透明倡议于2023年12月发布文章称，菲律宾面临巨大的海事治理能力缺口，其中海域态势感知不足是主要问题，有限的监视能力、巡逻船和飞机等资产不足，以及信息共享机制不发达，限制了菲律宾对其广阔海域的全面和实时了解。观察指，军事实力落后的菲律宾希望借由美国及其盟友的二手货，一定程度上能提升水平，但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宣示，象征意义更大，是菲方向外界释放和美国很铁信号的一种手段。菲律宾的海军实力非常之弱，过去呢曾经被人戏称为是罐头海军，它是一个捡破烂的一个模式。这艘舰艇虽然已经服役将近35年，但是毕竟是在役。从菲方视角来看，这仍然是一个加引号的一种进步。另外再一点呢，就是菲方试图在军事上与美国进一步的去粘连，特别是希望美国就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它的性质、内涵、适用范围做出明确表态。然而美国呢不愿意被菲方去反绑上战车，所以美方一直就这个问题语言不详。那么菲律宾就利用多种场合，比如说让菲律宾的议员去挑动一些话题，以此就制造这样一个事态，试图呢让美国向菲律宾提供更多的军事方面的援助。另一方面，美国及其盟友拉菲律宾在周边海域搞联演也一直不断。本周，美国、日本、加拿大和菲律宾等国参加的萨马2024演习进入海上阶段。这一演习从2017年起首次进行，每年举行1次，今年已是第8次，为期2周，分岸上和海上2部分进行。据美国海军透露，这次演习新增了超视距目标侦测、反无人航空器系统演习以及反潜演习。近年来，美菲频繁在南海、台海等海域进行多项联合军演，包括肩并肩、海上勇士合作、卡拉特等，名目繁多。分析认为，这是美方向菲律宾军方输送利益的一种方式。实际上，非国内最亲美的势力就来自军方。另一方面，在各种军演的引诱下，马克思政府制定了庞大的所谓军事现代化计划，制定了总价值330亿美元的采购清单。对于去年 GDP 仅4400亿美元的菲律宾来说是十分沉重的负担，但对于美国军火商来说是巨大的利润来源。菲方它在发展海上实力的时候呢，它第一方面呢，现在去不断的培育它的灰色地带的力量；另一方面呢，去争取这种所谓的这个对外军事援助，无论是软件方面还是硬件方面，所以就出现了一个美日等国援助菲律宾的新模式，我们可以称之为以演代援。就是与菲律宾展开相对高频次的军事演习，以此来代替对于菲律宾的军事援助。菲律宾外长希望东盟在南海主权争议上多多发声，加速与中国达成南海行为准则。那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呢？主持人好，在美国大选如火如荼，拜登渐渐从政坛退出时，南海问题不怎么热了。于是菲律宾外长马纳罗又向煽动议论风浪，想借东盟来炒作南海问题。很有意思的是，菲律宾外长是借台湾媒体发声的。他希望东盟应该在中国南海主权问题上多多发声，并且加速与中国达成南海行为准则进行谈判。菲律宾一向在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中持消极态度，为什么现在又要呼吁加速谈判呢？首先菲律宾
想炒热南海主权问题来掩饰自己的落寞和无聊。过去2年菲律宾不断在南海挑事，与中国海警发生过多次的冲突，但结果呢，都是每一次挑衅都灰溜溜的撤退了。美国呢，也是只打嘴炮，不敢直接干预。中菲南海争端呢，已经消停了1、2个月了，国际社会呢，也觉得要维护南海的和平。不甘心的马克思政府呢，耐不住寂寞，现在呢，又想挑事，竭力和东盟寻找共同的话题来炒作南海问题。其次呢，菲律宾外长好像没动脑筋，就抛出了南海行为准则的议题。他说呢，要加速谈判，目的呢是误导谈判各方和国际社会。以为南海行为准则可以约束中国，让菲律宾及其他南海有争议的国家占便宜。实际上呢，南海行为准则是不谈南海主权的，只谈如何维护南海和平。南海和平呢，是由中国和东盟共同维护的，所以呢，有建立南海行为准则的议题。而南海争端呢，是由涉事双方协商谈判解决。所以菲律宾外长说要加速南海行为准则谈判，实际上呢，是要通过妨碍谈判进程来把南海主权问题呢给凸显出来，进而破坏南海和平。菲律宾外长呢也知道这闹不出什么动静，那么在接受台湾媒体采访时呢，也承认中菲呢还是要和平的管控分歧。换句话说呢，他自己都觉得南海问题很无趣，点燃不起鱼龙火焰。美菲议员都在嚷嚷要把美国明年退役的菲律宾海号导弹巡洋舰白送给菲律宾，以加强菲军在南海的能力。那您认为菲律宾能够得到吗？美国把退役战舰送给盟国是常有的事，有的退役军舰呢还转过几次手。比如现在座谈仁爱礁的马德雷山号坦克登陆舰，就是先给越南海军，后来呢又转售到菲律宾海军的。美国的菲律宾海号导弹巡洋舰呢退役以后翻修一下，白送给菲律宾也是有可能的，毕竟呢不是什么宝贝。但是美国给不给与美国大选有关，也与中美关系有关。如果特朗普胜选，那他可能呢会和菲律宾做一笔交易，要收点钱的。他对菲律宾呢是很不在乎的，也曾受到杜特尔特的嘲讽。这次大选中呢，没提南海问题，更没有提美菲关系。如果哈里斯当选呢，他可能会送军舰。他到过菲律宾，和马克思握过手，还承诺要坚定的和菲律宾站在一起。当然呢，那是2022年的事了。这次大选中呢，他也没有提美菲关系，几乎把菲律宾呢就忽略了。当然呢，中美关系才是最重要的。中国呢肯定反对美国给菲律宾军舰来扰乱南海和平。那么现在美国总统就得权衡送菲律宾一艘退役军舰会对中美关系带来怎样的危害，美国那样做呢值不值？美国是否给菲律宾退役军舰，我们呢还需要观察。因为背后显现的是中美关系的变化。延宕超过900天的俄乌冲突焦灼之际，双方完成第58轮换俘。换完后，双方接着打。乌克兰发动无人机攻击，俄军则摧毁乌方一个弹药库。另一方面，近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欧盟峰会上介绍胜利计划，但遭质疑该国要制造核武器的问题。那北约会否容忍自己的周边又多一个有核国家？俄方对此又作何回应呢？来看详细分析。阿联酋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阿联酋成功斡旋，促成俄罗斯和乌克兰完成新一轮换俘，双方各向对方移交95名被俘人员。声明还提到，在阿联酋的调解努力下，俄乌已完成共计2184名俘虏的交换。消息指，这是今年第9次换俘，也是冲突以来的第58次。而就在换俘结束后不久，乌克兰向莫斯科和俄罗斯西部发射了一系列无人机，导致俄罗斯夏诺夫哥罗德州一个工业区遭到轰炸，4名消防员受伤。俄罗斯国防部称，20号早晨，俄方成功拦截并摧毁了110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8架是在夏诺夫哥罗德州空域。据统计，俄军今年展开的征兵工作力度依然
然不小，日均征兵1000人，兵力增长速度要大大超过在前线损失的数字。这些新组建的装备训练水平一般、经验水平不足的部队，主要用于在前线填补战线空缺和负责占领防御任务。扩编后的精锐部队则主要用于发起进攻。与此同时，俄军仍延续风暴贼部队，也就是包含大量囚犯士兵和民族主义分子的突击队的老传统，在可能遭遇重大伤亡的作战中优先使用风暴贼部队。相比之下，乌军今年的征兵进入瓶颈期，尽管抓壮丁的力度不小，但由于乌军目前没有良好的整训部队，也缺乏各种武器装备和物资，因此这些壮丁主要用于弥补前线战斗损失，基本无法组建全新的旅级战斗编队。上月底，有美媒援引情报和未公开的消息来源称，今年上半年乌克兰死亡人数是出生人数的3倍。还有非政府组织官员透露，随着冲突的扩大，今年夏季乌克兰伤亡人数有上升。俄乌现在进入了一个持久战、拉锯战之后呢，双方的人员伤亡仍然数字不减，也说明呢，这个俄乌冲突必须要通过外交的手段进行解决，而不是持续的交友拱火，而不是持续的以战争方式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近期引发欧洲舆论轩然大波的是，有乌克兰高级别官员几个月前放话称，该国有能力在几周内制造出核武器。这一消息近期再被翻炒，对此乌克兰予以否认，但外界对此多有质疑，因为乌克兰在苏联时期具有较强的核工业基础。欧洲舆论的担忧不无理由。1999年苏联解体时，乌克兰领土上保有了苏联约15%的核力量，包括130枚 UR-100N 和46枚 RT-23洲际导弹，25架图95和19架图160战略轰炸机，1081枚核巡航导弹，1240枚战略核弹头，以及约2650至4200枚战术核弹头。这些核武器分别由第43导弹集团军和第46空军集团军保管。除了庞大的核武库之外，乌克兰还继承了独联体国家中规模仅次于俄罗斯的核导弹军工综合体，包括南方设计局、南方机械厂等导弹科研生产单位，以及18个核反应堆。苏联解体让乌克兰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了世界第3大核力量。目前乌克兰可能保留了重启核计划所需的理论基础，但国际原子能机构认为该国并没有铀浓缩工厂或核电站等核燃料生产设施。在冲突爆发之前，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所使用的铀原料均向俄罗斯购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连外访介绍新版胜利计划，但回应最多的却是有关制造核武器的质疑。最近一次是在欧盟峰会上，欧洲各国对胜利计划反响平平，但泽连斯基被质问是否计划制造核武器。I don't have alternative except NATO. That was my signal. But we don't do nuclear weapons. 深圳卫视注意到，冲突爆发之初，泽连斯基曾表示，如果乌克兰得不到安全保障或退出上世纪90年代签署的布达佩斯备忘录，乌克兰在协议中承诺用放弃核武器来换取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的安全保障。有欧洲专家认为，泽连斯基多次放出核威慑言论，目的不在于为其自身发展核武器争取合法性，而是为逼迫西方国家答应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请求。但涉及核武器事关重大，无论如何，欧洲国家都不希望周边有更多的国家制造核武器。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对乌克兰拥核论发出严厉警告。Создать ядерное оружие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мире несложно. Я не знаю, способна ли сейчас сделать это Украина. Это не так просто. Для Украины сегодняшнего дня. Но в целом это здесь больших сложностей нет. Все понятно же, как это делать. 泽连斯基以布达佩斯备忘录这个为借口，以这个契合为理由要求拜登政府在加入北约问题上呢，这个试图找到一些突破点。那很显然，这个努力也没有达成，也是引发各方的担忧。泽连斯基的这种说法，一定程度上呢，也可以视之为对西方、对俄罗斯的一种
战略要挟。当然了，他要想重新拥核，技术上没毛病，但是他在外交上和安全上会面临更大的风险。针对韩国方面宣称朝鲜正向俄罗斯境内派遣军事力量，极有可能参与俄乌冲突一事，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暂时无法证实有关消息的真实性。您对此作何分析呢？是的，呈现。舆论场上纷纷扰扰，众口不一。朝鲜到底是不是出兵援俄了？需要指出的是，消息源头来自韩国的情报机构。那这是个向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主啊。我对这个信源从来都是部分采信、部分存疑的态度。考虑到当下的朝韩剑拔弩张的关系，韩国方面在这个时机对外披露情报信息就更耐人寻味了。那么好了，怎样的证据能够证实朝鲜确实出兵援俄了呢？以军事逻辑而言，士兵被击毙、搜身被俘虏审问，或者是技术侦察手段捕捉到显著的军事调动情报，才能相对靠谱地给出确定性结论。不能说看见身穿俄军制服东方黄种人面孔的士兵就说这是所谓朝鲜士兵。要知道，俄罗斯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呀，布里亚特蒙古、图瓦、鄂温克族裔俄军士兵在俄乌前线作战的是比比皆是。俄罗斯前防长绍伊古是图瓦人，你总不能因为他是一副东方人面孔就称他是所谓朝鲜人吧？所以目前流传在社交媒体上的那些所谓朝鲜士兵已经参战的消息，一律都是认知作战。那么问题来了，所谓朝鲜出兵援俄一事是否存在可行性与可操作性呢？而从法理基础上看，俄罗斯与朝鲜确实存在和平一处、并肩作战的可操作性。今年6月俄罗斯总统普京是访问朝鲜，双方领导人在平壤共同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该协议还包含了俄朝共同防御条约。条约第4条明确约定，当缔约方面临被入侵或者是正式宣战时，缔约方将立即提供军事援助。俄朝两国目前所处的国际形势高度趋同，都被全面制裁，都面临美西方的直接军事围堵，两国的军事互助也是半公开化的。他也再一次证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妄图将战场局限在乌克兰，以一场所谓可控火灾消耗俄罗斯的算计，完全是一厢情愿的想象嘛。战争一旦打响，局势的发展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期提出了所谓胜利计划。那么，俄罗斯与朝鲜的进一步军事互动是否带有针尖对麦芒的意味呢？泽连斯基的胜利计划第1条上来就说，西方盟友应该立即邀请乌克兰加入北约。可问题就在于，如果乌克兰此刻能够立即加入北约，那为何不在战争尚未打响的2018年底或者是2019年初加入北约呢？所以，泽连斯基的胜利计划在美西方国家看来是一个缺乏可操作性的愿望清单。但另一方面，俄罗斯与朝鲜的军事互动却是具备可操作性的。说一个最直接的方案，假设俄罗斯与朝鲜决定援引俄朝共同防御条约，那么朝鲜人民军将有可能直接部署在俄乌漫长的边境线上，比如说眼下激战正酣的库尔斯克州的正面。那从法理上看朝鲜军队并没有越境攻入乌克兰的主权领土，守卫的是俄罗斯的主权领土。俄军的主力部队则可以回到战场的正面，重新加强进攻矛头，加快正面进攻的进程。如果一旦形成这样的局面，乌军的压力将会骤然增加，防线总动摇不是没有可能发生的。目前只有只鳞片爪的开源信息，所谓证明朝鲜人民军在俄罗斯远东方向的几个军营进行训练。俄罗斯与朝鲜官方的层面都没有对外证实相关信息的真实性。那么我个人倾向于判断即便朝鲜人民军确实进入了俄罗斯境内，那也只是在远离俄乌战场的远东进行一些适应性的训练。比如说俄乌冲突的战争形态与以往的传统战争有着显著的差异，是复杂电磁环境下信息化、无人化为主导、信火一体火力打击逻辑下小群多路使用兵力的复合型战争。朝鲜人民军需要学习的战争知识、战场知识显然是还有很多的，绝不是一哄而上就能解决问题的。那换个角度去看，倘若朝鲜人民军不会部署在俄乌前线，仅仅是抱着学习战争、领悟战法的角度在俄罗斯境内进行高强度军事训练呢？
那当这些朝鲜军队学成归来，化为所谓种子部队回到朝鲜境内开展传帮带，那很显然，美国与韩国方面的血压就不可避免的要升高了呀。在朝鲜半岛发生另一场俄乌冲突烈土的局部战争，那大韩民国与驻韩美军，你们吃得消吗？而就在以色列多次扬言要打击伊朗境内目标之际，该国相关军事行动的绝密计划却遭到泄露。18号，一个名为“中东观察家”的个人账户在社交平台电报上发布了这些绝密文件。文件带有只能由美国及其五眼联盟盟友，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查看的标注。据一位知情人士证实，这些绝密文件是真实的。一位美国官员表示，泄密令人深感担忧，美国目前已经就此事展开调查。这些文件的描述十分详细，显示大量内容由美方编制，这也是美方十分恼火的原因。文件显示，参与以色列军事报复伊朗计划制定的包括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美国国家安全局等部门，他们涉及武器弹药的调动，以及以色列空军空对地导弹以及无人机部队的部署。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份绝密文件还暗示了以色列一直拒绝公开证实的事情，即该国拥有核武器，但文件也宣称，美国不认为以色列将对伊朗使用核武器。目前尚不清楚相关文件是在被黑客攻击后泄露，还是被美国情报人员故意泄露。美国中情局等近年来多次主动或暗中泄露情报给媒体，以达到威慑的目的。美国主流媒体认为，这次泄密事件发生在美以关系极其敏感的时刻，将会激怒以色列。美国负责中东事务的前国防部副助理部长迈克尔·穆罗伊表示，事件或削弱美国与以色列信任，阻碍未来协调及合作。还有美国官员对是否还有其他绝密文件已经被泄露表示担忧。在以色列的这个问题上，美国社会并不是铁板一块，所以这种机密的文件泄露其实是有意的，就是可能对以色列持反对态度的人，对美国政府、对以色列政府这个政策呢不认同的人，他们就故意的泄露了相关文件。近日，美军一架咆哮者电子战机在训练中坠毁，机上2人下落不明。美军近期事故频发，是设备维护不佳还是疲劳驾驶？美国自诩为所谓全球警察，但美军士兵已经疲于奔命。来看报道。据美国海军协会网站16号消息，当地时间15号下午，一架美海军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在华盛顿州雷尼尔山以东进行例行飞行训练时发生坠毁事故。美海军当天出动包括 MH-60S 直升机在内的搜救队前往坠机现场。经过1天搜救，美军称已找到战机的部分残片，但事发地雷尼尔山气象条件较差，给搜救带来阻碍。目前机上2名飞行员仍下落不明。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美军今年以来至少第4起战机坠毁事件，且涉事战机均价值不菲。上一次发生在5月，一架刚出厂的 F-35B 战机在科特兰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飞行员在事故中受重伤，当时震惊美国社会。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此次事故中的 EA-18G 咆哮者属于 FA-18F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的衍生特制型号，但其目前仍被认为是世界现役最先进、综合作战能力最强的电子战飞机之一。由于搭载有干扰吊舱、通信对抗系统等高性能电子战设备，导致其首次出厂造价超1亿美元，与当前美军最先进的5代战机 F-35相近，是名副其实的美军高价值现役装备。鉴于现代战场中电子战博弈烈度加剧，美军已广泛装备这一机型。目前美海军每个舰载机联队都会编制一个 EA-18G 中队，此外该机型也被广泛部署至海外，日本、德国等目前均有部署。2016年开始，美军将该型电子战机部署至菲律宾北部吕宋岛的克拉克空军基地，此后多次出现在南海方向进行敌舰侦察。
对此，也有美国舆论分析，事故原因或与美军近年来的高强度部署有关。本次涉事战机来自美国海军最古老的电子攻击中队 VAQ-130，该中队近期刚随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在红海完成了长达9个月的超期部署，期间共执行近700次作战任务。观察指，美军常年在全球范围内充当世界警察，执行快节奏、高强度的战备任务，让美军官兵高度紧张、疲于奔命，面临崩溃点，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导致事故率上升。他在海外驻防了这么久，那回到本土当然本来就是一个比较说让他一个休养生息的一个状况。那在执行任务还出现失事的话，那当然是不是机件因为操作频繁，或者说飞行机组员他可能之前的任务太繁重，那这些当然要去调查。不过就是说，这个战机的确是美国海军唯一的这种电战机，那所以虽然它的这个电作战的功能非常强大，但是相对而言只能依赖它。对美国海军来讲，电子战的部分的战力多少会有一些影响。事实上，越来越多迹象显示，装备维护保养正成为美军多军种头疼的难题。近日，美国政府问责局发布报告称，隶属于美国陆军的水上后勤舰艇正面临保养不善的严重问题。目前能够随时执行任务的舰艇比例仅40%，远低于相关政策要求的90%。自2018年以来，美国陆军舰艇的数量从134艘骤减至70艘。报告指，这无疑限制了其满足印太战区对陆军水上舰艇最为迫切的任务要求的能力。有观察指，美军在印太方向对后勤保障舰的需求加剧，或与美军近年来尝试的海上预制战术有关。这一战术的核心是对运载工具的高强度使用，将核心基地部署的物资在必要时快速转移至岛屿等分散目标。不过尴尬的是，尽管美陆军共有8艘海上预制舰，但均为租借的商用大型滚装船，原因是美军自己的后勤船只面临老化、供应短缺和零部件过时等维护问题。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初在为加沙巴勒斯坦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临时码头任务中，美国陆军派遣的相关船只就因锈迹斑斑被指没有得到妥善维护。更令人震惊的是，当时修筑的临时码头耗资约3.2亿美元，但建成后接连发生搁浅、破损等重大安全隐患，在没有正常使用1天的情况下就被拆除。3.2亿美元打了水漂。当时美国舆论叹息称，这些钱还不如用来修船，哪怕是直接发给加沙难民也更有价值。的确，美国陆军它本身自己就有一个船队，但是船队是隶属于美国陆军的运输兵单位，那它主要是用来运输重型或者大型的装备，比如它有配属像有这种后勤支援舰，然后像有通用登陆艇跟大型登陆艇，尤其是在印太地区，我们知道有很多太平洋地区有很多岛屿，那它如果要在岛屿之间部队机动的话，如果是用空运的方式，它可能数量会比较少，那势必它大部分还是要以仰赖这种海运的方式。美国造船能力严重萎缩也是另一个尴尬的现实。美国海军协会网站今年早些时候曾报道称，为了修船，美国海军不得不到处求人。今年3月，美海军后勤支援舰沃利施艾拉号由韩国一家造船厂进行例行检修。此外，有意向承担这一任务的还有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甚至早在2022年，印度船厂也曾接到美国海军的维修保养订单。不过，美军舰出海就医的做法并非长远之计。分析指，尽管日本、韩国和印度具备一定的造船和维修能力，但对于美海军庞大的维修需求而言，这些国家的能力显得远远不足。此外，根据美国商船法规定，美海军战斗军舰的维修只能在美国本土进行，且军舰维护保养工作涉及大量敏感技术，如果泄漏，将对军事安全造成重大威胁。目前，美国本土能够承接军舰建造和维修任务的造船厂仅剩4家，具备驱逐舰建造能力的则只有2家。由于长期缺乏订单，工人大量流失，美国船厂也很难雇佣到具有合格技术资质的工人。有媒体此前就披露，负责核潜艇维修的4家美国造船厂积压任务严重，导致近37%的攻击核潜艇停用，等待维修。以美国博伊西号核
核潜艇为例，该艇从2015年开始等待维修，直到今年才送入修理厂。外界据此也认为，虽然美英澳奥库斯协议提出给澳大利亚海军提供8艘核潜艇的任务，但根本没有可用的船坞，预计最快也要到2040年，澳大利亚海军才能收获，那已经是16年后的事情。美国的造船业本身，它其实从20世纪开始到今天的话，慢慢它在衰退的状态。那美国海军事实上来讲，你会看到近几年来它的出勤率非常高。那出勤率非常高，代表就是说我的维修的需求也很大。那这样状况来讲，的确会影响它的舰艇的妥善率。据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公布的信息，在过去3个月内，支持特朗普的3大金主分别是捐款9500万美元的金沙集团创办人阿德尔森的遗孀米里亚姆·阿德尔森，捐款7500万美元的美国亿万富翁马斯克，以及捐款4900万美元的美国航运公司 Uline 总裁尤莱因，3人累计捐赠2.2亿美元。而哈里斯的吸金能力也不遑多让。16号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他在第3季度的竞选筹款比特朗普还要多5亿美元，但哈里斯吸金多的同时烧钱也多。在拉票方面，双方阵营各出奇招。马斯克19号在宾夕法尼亚州一场活动上宣布，即日起至11月5号的每一天，他都会向一位请愿书的签署者派发100万美元。此前，马斯克发起支持持枪权的请愿书，只要有登记选民签署，就可以即刻获得47美元。I have a surprise for you, which is that we are going to be awarding $1 million to randomly to people who have signed the petition every day from now until the election. 马斯克的拉票方式就是用钱狠狠砸向摇摆不定的选民。他还计划发起更多活动，正利用自家社交媒体平台 X 招募拉票员，为支持特朗普的人提供每小时30美元报酬。哈里斯也积极奔走。19号，他在开始提前投票的佐治亚州造势，在亚特兰大集会上向特朗普发起新的攻击，批评他取消原定的媒体露脸，并暗示这位78岁的前总统无法胜任这项艰巨的工作。I've been hearing reports that his team at least is saying he's suffering from exhaustion. And that's apparently the excuse for why he's not doing interviews. 此前，美国政治新闻网爆料称，特朗普的团队曾讨论让他接受一家网络平台的采访，但当该网站敦促敲定采访日期时，被告知特朗普精疲力尽，最终这个采访没有进行。哈里斯则继续利用自身优势吸引更为年轻的选民，他和流行歌手亚瑟小子一同亮相，呼吁选民动员身边人投票。在底特律开动员会时，说唱歌手利佐也到场助阵。然而，外界注意到，哈里斯自冒险接受了素有特朗普电视台之称的美国福克斯新闻台采访后，他的民调领先优势逐渐变小。最新调查结果显示，特朗普与哈里斯的支持率极为接近。在4200名摇摆州选民中，特朗普支持率为46%，哈里斯为45%。独立选民中，双方支持者也近乎平分秋色，40%支持哈里斯，39%支持特朗普。然而，博彩市场上的数据却呈现出不同态势。根据 Polymarket 网站数据显示，特朗普的胜选概率高达61%，大幅领先哈里斯的39%。有美国舆论认为，比起不用花钱的民意调查问卷，博彩市场的倾向性结果更加值得参考，因为这都是民众用真金白银投出来的。10月18号至20号，第2届通州全球发展论坛在北京举行，汇集1000多名全球政商学界人士。论坛上，《人类2050人与社会全面发展报告》正式发布，倡议设置全球发展2050年目标，防范全球性经济危机。本届论坛以构建发展共同体，共创人类新时代为主题。斯洛文尼亚前总统、世界领袖联盟主席达尼洛·图尔克、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理奥托尔巴耶夫等来自近40个国家的外国政要、国际组织代表以及学界、商界代表出席，规模超1000人。
论坛发布题为《人类2050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报告》，提及联合国9年前曾提出到2030年要完成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个具体目标。目前仅剩6年时间，世界却面临经济增速下行、大国竞争、气候变化、地区冲突和技术竞争恶化等挑战。报告认为，中国设定的2050年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将助力实现联合国制定的发展目标。The growth of China and the fact that China has become economically powerful makes the world to think differently. 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理奥图尔巴耶夫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他期待中吉乌铁路尽早建成，认为这条连通中欧的最短路线将极大促进全球贸易。We will be in between of the big trade fluxes between two centers of economic power in Eurasia continent, China and Europe. So we will be in between, so we will be not only be able to trade with those countries and make better cooperation, but also we can make trade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with less transportation costs. 伴随着中国发展，一些西方舆论唱衰中国经济，炒作所谓中国经济见顶的论调时有出现。有与会经济学家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这是刻意短视的舆论战手法，缺乏长远的目光。China, continues to be by far the world's largest trading nation. So this would not be on my list of things to be very worried about. Long-term inward investment into China continues to be strong. It is true that during the last 2 years, those people who are making short-term financial investments, they took a lot of money out of China. Now, they're all now regretting this, of course, because they missed the big increase in the share prices. They'd all been taking up their money just when the share prices went up, which goes that it's a very silly thing to base yourself on short-term things.